南京是一个六朝古都，但是南京却是个充满权力文化、官场文化、官本位的地方。今天我们来重温南京的法院怎样让全国丧失尊老爱幼、人们之间温情的一个重要案例。时隔13年，被称作让中国社会道德后退50年的彭宇案，至今依然迷雾重重。特别是后续发生的多起扶老人反被讹事件，更是让大家如鲠在喉，谈服色变。如果这几个问题不彻底解决，恐怕大家以后都不敢扶起倒地老人。第一，王浩法官这句不是你撞的，你为什么要扶？到底有什么深层意义？第二，彭宇与徐寿兰是否相撞？第三，身为警察的徐寿兰儿子为何不避嫌，亲自参与案件调查？双方笔录又为何丢失？第四，彭宇赔偿的金额是否过大？徐寿兰本身应该承担责任吗？第五，为何事件在引起巨大争议后，双方选择撤诉并保密相关条款，官方却不及时对公众做出解释？今天，让我们带着问题找答案，完整回顾彭宇案的全过程。2006年11月20日上午，64岁的退休职工徐寿兰买完菜，在南京水西门广场公交站准备乘车回家，这时接连进站3辆公交车，后面2辆83路正是徐寿兰要乘坐的车。由于前面一辆车人比较多，徐寿兰一路小跑着去追第3辆车。这时26岁的小伙彭宇正从第2辆公交车后门下来，准备转车。他感觉背部和人撞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没有人，却听到地上有呻吟声，原来是个老太太摔倒了。彭宇见状，顾不上再转车，马上将徐寿兰扶起，并和随后赶到的徐寿兰儿子一起将她送往医院，留下200元医药费后，彭宇就离开了。最终，徐寿兰被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，需进行髋关节置换手术，但费用高昂，需要花费数万元。诊断结果出来后，徐寿兰一口咬定是彭宇撞了自己，要求彭宇赔偿巨额医疗费。这一要求遭到彭宇的拒绝，双方闹到派出所。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。2007年1月13日，因各方调解无效，徐寿兰在家人支持下，将一纸诉状送到南京市鼓楼区法院，指认彭宇将其撞伤致残，并索赔医疗费、护理费、残疾损害赔偿等共13.6万元。同年4月26日，鼓楼区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彭宇与徐寿兰纠纷案。因为彭宇因故缺席，彭宇的妻子代表出庭答辩，他提出原告受伤非被告所导致的，不应该承担责任。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第2次开庭审理。6月13日，鼓楼区法院第2次开庭进行法庭质证时，彭宇表示，我下车的时候是与人撞了，但不是与原告相撞。他称扶起徐寿兰，为了做点好事。然而事发时，警方对双方的询问笔录中有双方相撞的陈述记录，但这份笔录被派出所同志在房屋维修过程中不慎丢失。据悉，徐寿兰的亲儿子是当地一名警察，并全程参与了事件调解。在得知这件事情后，彭宇在以后的庭审中一直坚持无碰撞答辩，并主动打电话给一位网站论坛版主，告诉他们自己因做好事被诬告，将一个老太扶起后反被起诉，希望媒体关注此事。该版主立即通报给南京10多家媒体和网站记者，瞬间引爆了舆论。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第3次开庭审理，并作出一审判决。7月6日，鼓楼区法院第3次开庭审理此案，双方依然无法达成调解。同年9月3日，鼓楼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认定原被告相撞的事实。法院不采纳彭宇主张的见义勇为行为，判罚彭宇赔偿徐寿兰4.5万余元。庭审中，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彭宇是否应该承担徐寿兰的医疗费。彭宇认为自己已经支付了200元医疗费，不应再承担其他费用。而徐寿兰的家属认为，徐寿兰摔倒是彭宇造成的，彭宇应该承担全部医疗费用。南京市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外和解。当天，徐寿兰的代理律师表示，对判决事实感到满意，
但赔偿比预期要少。而彭宇则表示不服，坚决提起上诉。南京市中院于当年10月初进行调查，结果就在双方在南京中院2审即将开庭之际，彭宇却与徐寿兰在庭外达成了和解。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属表示，对此事感到身心俱备，已经严重影响到自己跟家人的生活工作，决定不再上诉，自行达成庭前和解协议。主要内容是，彭宇一次性补偿徐寿兰1万元，双方均不得在媒体、电视、电台、报纸、刊物、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。双方撤诉后，不再执行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的1审民事判决。事后，受到案件影响的彭宇一家子早早搬离了南京市，从此在网络上销声匿迹。徐寿兰的儿子也受到处分，调离了工作岗位。徐寿兰在2010年已经逝世。然而，案件已经结束，它的副作用才刚刚开始。彭宇案之所以饱受争议，主要是因为它涉及到了社会公德、道德伦理、法律责任等多个方面的问题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和争议。首先，彭宇案中的判词引起了公愤。在法官的判决书中，他指责彭宇没有抓住撞倒徐寿兰的人，而仅仅是好心相扶，这与社会主流的价值观相悖。此外，法官还认为，如果彭宇是做好事，根据社会情理，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，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，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，然后自行离开。但被告未做此等选择，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。这份基于社会情理的判断，恰恰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，挑战了公众的道德底线。其次，彭宇案中的保密条款也引起了争议。在庭审过程中，媒体发现彭宇曾向媒体表示，自己因为好心扶起老太太，反而被讹，这引起了公众的好奇心和猜测。此外，在媒体的调查中，也发现了一些疑点和问题，如徐寿兰的儿子为什么能够拍到派出所的笔录，以及徐寿兰的儿子和派出所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。这些问题引发了公众的质疑和猜测，也对案件的真相和判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最后，彭宇案中的赔偿标准也引起了争议。在案件的调解过程中，法院曾多次调解，但最终的赔偿标准并不明确，引发了公众的质疑和不满。同时，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，法院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彭宇的实际情况和过失程度，导致了判决结果的不公正和不合理。总之，彭宇案之所以饱受争议，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多个方面的问题，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和讨论。在这个背景下，人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思考和探讨道德、法律和伦理等问题，寻求一个更加公正和合理的解决方案。最大的争议，王浩法官说了什么？2006年，南京彭宇案中的法官王浩说了一句名言：不是你撞的，你为什么要扶？这句话引发了公众对于彭宇案的广泛讨论和争议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如果不是被撞倒的人自己主动寻求帮助，那么为什么要去扶他们呢？这个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扶不扶老人的争论。有人认为，如果不是自己撞到的人，就没有必要去扶，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和义务。而另一些人则认为，如果不是自己撞到的人，那么去扶也是出于善良和同情心，这也是一种社会公德的体现。这个问题也反映了当今社会中道德和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。在现代社会中，人们对于道德和责任的理解和追求越来越高，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道德和法律难题。在这个背景下，法律需要更加明确的规定责任和赔偿标准，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关注和保护道德和伦理价值。同时，道德和伦理价值也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宣传，以引导人们更加注重良心和责任，并在行为中遵循公正和正义。王浩法官现状，受彭宇案压力的影响，法官王浩被降职，调到街道办工作，成为法律界边缘人，前途尽毁。网友评论：王浩法官是个牛人，一个人就能让中国民众道德倒退50年。彭宇案只是开始，
2012年的王培军扶老人被讹20万，自杀证清白是过程，结局目前还不知道落在哪个倒霉蛋身上，你想试试吗？不应该是谁主张，谁举证，疑罪从无吗？有人说撞了，有人说没撞，到底撞没撞？2023年都没有权威人士出来说一句，官网查又查不到，让人猜，以后谁敢扶老人？轻则到警察局帮忙写扶老人经过，拿个锦旗浪费上班时间，重则被讹上法院，家里不知道够不够赔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以后自己摔了，我也自己扛，不怪别人。其实每个人都想扶摔倒的老人，谁家里没个老人？人人都这样还得了？都有变老的时候，爱老本来就是中华传统美德，如果我遇到，我来扶。看到这里，我想每一个南京人都会为南京感到羞耻，这个羞耻可能是一辈子，因为南京的官本位文化注定了不可能给人们一个明亮的解释。这就是南京，一个让每个南京人引以为傲的美丽故乡。